嗨，大家好，我是 Gaston，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京都为何那样》。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日本上班族票选的宵夜最喜欢的5款泡面。那味道蛮重的，果然是比较浓厚口味的。其实我们刚搬到京都的时候，那经常在想说，家里应该要准备几碗泡面以备不时之需。但是日本的泡面品项真的太多了，每次站在超市的泡面区都一整个眼花缭乱，那不知道该怎么选择。那因为对日本的泡面有一点陌生，以前只知道日清的海鲜杯面很有名，那因为是搭长程飞机半夜必点的宵夜。那现在日本的泡面已经发展出很多的口味，很多都不认识。那看到这么多的泡面，就完全不知道要买哪一碗。那我们其实也有试过随便挑一些照片看起来很好吃的，可是吃完之后呢，都会马上怀念起台湾的泡面。那虽然这些泡面也不是说不好吃，但感觉就是好像不太合自己的胃口。那越吃就会越想念台湾，像是统一肉燥面啦、维力炸酱面、葱烧牛肉面、满汉大餐、来客等等。但是日本是泡面大国耶，那一定会有好吃的，所以呢，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找到几款合自己胃口的来当做常备泡面。那总不能每一次都从台湾补给吧？那前一阵子看到日本网站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它的题目是让日本上班族票选出他们最喜欢的宵夜泡面的排行榜。那果然清单上都是我们还没有试过的，尤其是排名第一的那一款泡面，它不仅仅是上班族票选第一名的宵夜，在30岁、40岁、50岁以及日本女性这几个族群的票选中，也是名列第一。那实在真的很好奇，它到底有多好吃呢？那刚好现在京都要不就下雨，那要不就暴热，干脆就躲在家里吹冷气，那试吃泡面好了。所以呢，我们就一口气把前5名的泡面都买回来了。那感觉这一次应该是很有机会可以找出适合我们口味的常备泡面了。那我们先从第5名开始好了。那这个是炒面便当，然后是北海道限定的，它有附一个那个中华汤包这样子。然后这碗面呢，它虽然是很热门的前5名之一，可是呢，我们在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还有超市都找不到它。然后呢，我们最后是在亚马逊买它的那个面的。那我们现在就来拆开来看看好了。然后你看它这个冲泡的方式啊，真的是非常的清楚。即使你看不懂日文，它这个图案呢，你一看就知道要怎么冲泡了。那我们先来打开来好了。然后这个是一体的 sauce， 就是酱料包。然后这个是它是汤包粉，然后这个有点像是那种海苔啦、香酥，就是增加香气的这个调味料。然后看一下有什么，这边这个是干燥的蔬菜，然后看起来这边也是有一些小肉块。那这个就是要先加到面里面跟加热水泡，然后另外也要把这个汤包粉准备一个杯子，先加在杯子里面这样子。那我先来打开这个，然后把这个汤包粉加进去。那就等3分钟。好，时间到了，然后把这先拿下来，然后要把这边那个汤切口先撕开来。我们先来把汤先一部分倒入那个汤包粉里面，然后来加这个酱料。我们先拌一下，很香哎。
加这个香松粉，有海苔的香气。那我就开动了。它的这个味道很意外的，不太咸，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这种口味，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蛮刚好的味道。然后它这个海苔香酥呢，香松真的是很香，让这个面的那个香气有加分的感觉。然后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蔬菜包的这个小肉块，很不像肉块。然后蔬菜，蔬菜甜甜的，我觉得它的酱汁味道很好，吃就是蛮耐吃的。刚开始吃会觉得，是那种醋的香气，但是它是有点甜甜咸咸的。然后喝一下它的汤好了，先搅一搅。我觉得好咸哦。那它的汤头的口感很像我们那个维力炸酱面的那个干粉包的那个汤头的味道，非常像，但它比较咸。泡面上面是写说加150毫升的泡面水，但我觉得它至少可以加到200或250，就看你吃的那个味道的咸淡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来试吃第4名的这个泡面啊，它是日清的 Sauce Yakisoba， 就是酱汁炒面，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它一样有附汤，然后特别强调是鸡汤。那我现在来拆开来咯。那这碗面它的冲泡方式也图解的非常的清楚。那比较特别的是，它在冲泡前不需要加任何的调味料，好像是它面里面已经有干燥蔬菜了。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打开来。然后还有2个调味包，一个是鸡汤包，然后另外一个是它的粉末的酱汁包。那它的那个干燥蔬菜跟葱花呢，干燥葱花都已经放在面里面了。我来加热水。怎么有五香粉的味道？我以前听说好像那个日本人不太喜欢五香的那个香气。好，来尝一口看看。吃起来倒是没有五香粉的那个味道。它其实味道整体我觉得还蛮刚好的，也不会太死咸。然后面条是比较细的这种面条，然后它的配料，它只有青菜，干燥这个青菜好像就没有那个肉块了。来吃看看，我来尝一下它的汤好了，先搅一搅。它的汤比较好喝好像真的有一点那个鸡汤的香气。然后味道也不会非常的咸，就是还蛮刚好的，还有那个葱花的香气。我觉得面好像有点干，我刚刚把那个泡面的水倒得太彻底了，我觉得应该要留一点点那个面汤水，然后跟这个它的那个调味粉末一起调的时候，会比较吃起来会比较滑顺一点。其实面的味道也是蛮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吃第3名的泡面。然后这碗泡面呢，它是明星出的一瓶呛，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夜市风的铁板炒面。你看它这个照片挤的这个美乃滋，很像我们去吃那个大阪烧的铁板炒面。那现在我来把它拆开来好了。那这碗面呢，它只要冲泡热水，不需要加任何调味料。那它里面附的调味料都是之后再加的。那现在来把它打开。哇，好紧！我要开到这条线。它有3个调味料，然后这个是芥末口味的那个美乃滋，然后这个是液体的酱料包，然后这是香松。那它没有附汤，不过它这个面里面好像已经有附这个干燥蔬菜了，然后它的面颜色比较深，然后这个蔬菜附的好像还蛮多的。那我现在来煮泡面。那我们要等3分钟，时间到了，来把这边撕开。好香哦，麻油的香味。来拌一下，它菜真的蛮多的。它的蔬菜还蛮多的，真的蛮多的。好，来挤美乃滋。然后来撒上香松，这个香松还蛮香的耶。香气出来了。我觉得它附这个美乃滋呢是蛮有趣味的，它让整体的这个面看起来就是非常有夜市的那种铁板炒面的 feel。好，我现在来吃了。其实它这个面条的口感其实都大同小异，然后酱汁的味道也很接近，但是因为我觉得它加了这个美乃滋呢，让它的整体的风味变得非常突出。因为这个美乃滋它有那个芥末的香气，然后带一点点酸味，然后酱汁是偏甜的，然后搭配起来，我觉得是味道是蛮不错的。而且它那个酸会让你有点开胃。那接下来就是第2名的泡面了。那它的牌子叫做培昂谷，它是英文 pair 跟 young 的结合。那它主打的对象呢，就是年轻的夫妻或者是情侣可以共享的泡面。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打开来咯。那这碗面的包装非常的简洁，它上面没有那个冲泡的图解，你要扫描它的 QR code 到它的网页上去看。那我们现在就来打开了。然后这是它的蔬菜包，我觉得蔬菜量还蛮多的。然后这边有一些很像，应该是肉块吧。然后这个是就是酱汁包。
然后这个是调味包，很像胡椒粉之类，然后这个海苔粉还有芝麻。那我现在来把这个蔬菜包放进去，好，倒热水。那我们等3分钟，时间到了，我把这边撕开来。那我来开吃了。我觉得它的味道呢，整体来讲，我觉得是蛮顺口的，不会那么的甜，然后它有一点点的辣，一点点的酸。那吃起来，我觉得面条还算蛮 Q， 蛮好吃的。那跟之前的那3碗面的味道呢，是有一点不一样哦。然后这个我刚刚原本以为它是肉，但是我刚刚吃了一下，它有点，它不像肉，它口感是粉粉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终于轮到我们第1名的泡面了。那这碗泡面是日清出的飞碟面，然后这个 UFO 呢，其实它是有意思的，那个 U 呢代表是它的酱汁非常好吃，然后 F 是粗面的意思， O 就是指它里面有很多大块的蔬菜。那这碗面呢，因为它是销售第1名，所以呢你在很多像便利商店啦或超市都可以看到它，它非常容易买得到。那我们就迫不及待把它打开来了。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次前5名的泡面只有它是圆形的，然后其他4碗呢都是方形的。大概是因为它叫做飞碟面的关系。然后它也很有意思，它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个海苔粉粘在这上面，然后酱料包又藏在里面。好，那不管它了，我们就来打开。我先把这个撕下来。哇，这个粘的还蛮紧的。那它里面就只有这个调味包，就是 sauce， 还有刚刚粘在上面的这个海苔粉。那它这个面里面也有一些干燥的蔬菜，还有一些配料，像这个很像培根，扁扁的培根，但不晓得是不是也可能是干燥的猪肉块、猪肉片了。那我们现在来加水。那等3分钟，时间到了，我现在来把这个汤倒掉。
来撒上海苔粉。那味道蛮重的，果然是比较浓厚口味的，面蛮 Q 的。我来吃一下这个，看它到底是肉片还是别的东西。它就是猪肉片没错，而且我觉得它还原度蛮高的，它整个那个口感就是像我们吃的那个猪肉片。来吃口面，我觉得它的面呢是最像外面那个还有那种乌台炒面的那种铁板炒面的口感，比较粗，也蛮 Q 的。然后它的味道，我觉得跟第二名其实蛮像的，都是属于比较咸口，然后带一点醋香的。不过它没有辣味这样子。那整体来讲是吃起来蛮顺口的。其实我们家很少吃泡面，那我记得在台湾最后一次想说吃碗泡面来当做宵夜，那结果就发现那个泡面已经过期好几个月了。那我们最常吃泡面的时机，通常都是出国旅行回来的那一天晚上。那因为我们的班机呢都是选早去晚回，然后回到家都很晚，都大概11点、12点。所以呢，在出国前，我们就会特别去挑一碗自己喜欢的泡面，然后回来的那一天晚上吃。真的就会觉得特别好吃，有一种真正回到家的感觉。那这次票选的泡面都是干面，就是 yakisoba。那虽然以干面而言，我还是最喜欢台湾的维力炸酱面。那毕竟是扎扎实实的台湾味，而且是从小吃到大。不过这5款干面味道其实真的都不错，但是说实话，第3、4、5名的口味呢很接近，都有一点偏甜。那因为在台湾泡面的口味都是咸香型的，很少是甜口，所以吃起来有点难分辨它们的差异性。那如果硬要评比的话，很可能是第4名附的鸡汤比第5名好喝，然后第3名的芥末美乃滋让它的味道更有层次。那至于第1跟第2名，我们比较喜欢第2名的味道，因为它有点咸香，还带有一点辣跟乌醋的味道。那面条也很 Q，吃了就一口接一口。下次想吃泡面的时候呢，我应该会考虑买第2名这一碗。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5款泡面？那最喜欢的是哪一碗呢？还是大家有更推荐的？那如果来日本玩的话，其实也可以试试看这5碗最受欢迎的泡面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 Gaston， 谢谢大家的收看，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哦，也欢迎追踪我们家的 IG、Instagram， 我们下次见了，拜拜。